最近横店的热度简直能跟盛夏的气温掰掰手腕。打开和不同周度剧组陆续放出的路透和剧照，第一眼撞进眼帘的往往不是古装剧该有的飘逸仙气，而是一股扑面而来的闷罐质感。谭健次就在这口无形的闷罐里，裹着厚重的裘皮大氅和层层叠叠的铠甲，头顶还稳稳扣着沉甸甸的头套。说实话，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种汗流浃背的窒息感。干影视评论这行久了，我太清楚古装拍摄从来不是件轻松事，尤其是3伏天里拍冬装或重甲戏，演员的体能和心理都得扛住双重考验。看到他那被汗水反复浸透的内衬和微微绷紧的下颌线，我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的。演员这碗饭真不是光靠一张脸就能端稳的，镜头背后的汗水、隐忍和身体代价，往往比成片里的光鲜要沉重得多。但反过来说，正是这种近乎自虐的投入，才让古装剧有了人味儿和重量感。仔细端详这些剧照，最让人揪心的其实是头套的细节处理。不知道是发型师为了追求服化道的绝对贴合，还是连轴转的工期没留出微调余地，那顶头套勒的确实有点狠。谭健次的整张脸被向上牵扯，呈现出一种不太自然的紧绷状态，尤其是眼型掉得非常明显，甚至出现了大小眼的状况，看起来像是半眯着，有些费力才能睁开。少了平日里那种灵动清透的眼神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掩饰的疲惫和压抑。在业内，古装头套的勒痕和低拉感算不上新鲜事，但勒到影响面部肌肉自然走向，甚至让演员眼神失焦，就值得制作团队认真复盘了。我个人一直觉得，化妆和造型本该是为人物服务的隐形推手，而不是反过来消耗演员生理状态的紧箍咒。好的造型是锦上添花，能让演员更快进入信念感，如果变成画地为牢，连最基本的微表情都受限，那戏的质感难免会打折扣。不过话又说回来，演员在镜头前调整呼吸、克服不适，本身就是职业素养的硬指标。谭健次能在这样的物理束缚下依然保持走位精准、情绪不断，这份定力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也让人对成年人的体面与克制多了一分敬意。剧组内部的协作氛围往往能直接决定成片的上限。自从和不同周度开机以来，关于女主卢玉晓的争议就没在网络上消停过。流传的说法是，她在拍摄期间多次拿反道具，片场状态偏于随意，甚至因为频繁的嬉闹导致群演在烈日下反复走位重拍。这些细节如果属实，确实会打乱剧组精密咬合的拍摄节奏，增加不必要的体力与时间消耗。影视制作从来不是个人秀，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工业齿轮组，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群演和幕后工作人员在酷暑里干耗着，通告费在烧，精力在流失，这种隐形的成本，往往比镜头里的某句台词没卡准更让人头疼。我常跟制片朋友聊，片场不是综艺真人秀，专业态度才是对合作方最基本的尊重，也是对作品负责的第一道防线。当然，网络传闻总有放大或断章取义的成分，咱们也不能单凭几张路透和几句剪辑就给人定罪。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剧组内部出现配合摩擦时，主演的拍摄环境必然会变得更加复杂。谭健次身处其中，既要专注自己的角色塑造，又要应对可能存在的走位与节奏问题，这种负重前行的状态确实让人替他捏把汗。不过，成熟的演员都懂得在嘈杂环境中做减法，把注意力死死定在镜头和人物逻辑上，这或许也是他能在高压下保持输出的底层能力。除了女主话题，男2号曹骏的出圈也意外给剧组添了一把舆论的火。不少网友看过片花和路透后，直言他的身高比例、仪态控制、武打功底乃至台词节奏都全面在线，甚至有人用碾压男主这样激烈的词眼来形容。番位之争、拉踩通稿随之而来，粉圈里的暗流涌动肉眼可见。其实这种现象在当下的古装剧市场太常见了，双主线或群像戏里，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和观众缘往往会被资本和流量逻辑放大成排位赛。曹骏本身是国民童星出身，多年沉淀下来的打戏底子和片场经验确实扎实，观众对他的认可合情合理。但拿碾压来制造对立，某种程度上是对影视创作规律的误读。一部戏的成败从来不是靠单人 solo 撑起来的，而是整体叙事、节奏把控、角色互补和导演调度共同作用的结果。谭健次作为一番男主，扛的是整部剧的叙事主线、商业预期和招商底盘，压力维度本来就不一样。我私下常跟同行感慨，番位本质上是市场定位和宣发筹码，而不是演技的刻度尺。把片场变成擂台，除了制造短期噪音，对作品生命周期毫无注意。
谭健次面对这些声音，大概率是选择屏蔽干扰，专注表演。这种定力在浮躁的舆论场里显得尤为珍贵。毕竟，后期剪辑和成片逻辑会重新分配戏份权重，镜头不会骗人，角色立不立得住。播出后，观众自有公论。说到造型争议，就不得不提谭健次上一部作品逐玉留下的审美余震。当时张凌赫的造型被网友调侃脂粉气太重，戏称粉底液将军。这种带点戏谑却直击痛点的评价，直接拉高了大众对古装男主服化道的审美阈值。如今和不同周度的造型一曝光，类似的审视目光自然再次聚焦。有人觉得头套和底妆不够贴脸，有人担忧厚重的铠甲会掩盖演员的肢体语言，甚至有人担心武戏的飘逸感被压住。其实，古装审美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命题。早期古偶追求仙气飘飘、磨皮无瑕，现在观众更看重质感、历史逻辑和人物可信度。服化道团队在平衡还原度、演员舒适度和镜头美感时，确实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和试错耐心。我个人比较认同造型必须服从角色内核的理念。如果角色本身是久经沙场、背负沉重命运的将领或权臣，那风尘仆仆、略带粗粝的质感反而比精致无瑕更贴近戏剧真实。谭健次这次的造型或许在初期引发了讨论，但只要进入剧情逻辑，观众的关注点很快就会从脸够不够白、头套紧不紧转移到人物有没有魂、动机利不利。演员的可塑性恰恰体现在这种打破舒适区的过程中。与其在服化道上纠结细枝末节，不如把期待留给成片的叙事张力和角色完成度。毕竟，好演员的底气从来不是靠完美无瑕的皮箱撑起来的，而是靠一次次在镜头前活出来的人物弧光。在重重舆论和物理压力的夹击下，谭健次的表现反而让我看到了一种老派演员的质感。没有公开抱怨，没有情绪化停工，只有日复一日在横店片场的走位、对词、吊威亚，反复磨细节。古装戏的拍摄强度大家有目共睹，夏天穿冬装只是基础操作，威亚摩擦、护具勒痕、长时间待机、情绪连贯性要求才是常态。能在这种环境下保持情绪稳定、精准输出，靠的不是天赋异禀，而是实打实的职业训练和心理韧性。我接触过不少剧组一线人员，他们普遍反映，真正能扛事的演员，往往在片场最安静、最守时、最愿意配合导演调整的那批人。谭健次显然属于这一类。他的专业态度不仅是对合作方的尊重，更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长期投资。在这个追求速成和流量及时变现的时代，愿意为角色吃苦，愿意在镜头前反复打磨细节的演员，其实越来越稀缺。观众或许会被一时的争议吸引，但最终留在记忆里的，永远是那些用作品说话、用角色留名的人。我始终相信，好戏不怕晚，好角色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谭健次在和不同周度里留下的每一滴汗，每一次咬牙坚持，都会在未来的成片里找到回响。这份清醒与自律，值得被行业认真对待。说到底，和不同周度目前的路透和争议，只是影视工业链条中的一个切片。头套勒得紧不紧，女主态度好不好，男二是不是更出彩，造型有没有脂粉气，这些话题中会随着拍摄周期的推进而逐渐淡出热搜。真正能留下来并经受市场检验的，只有成片的质量、叙事的完整度和人物的生命力。作为观众和行业观察者，我倒是希望舆论能稍微慢半拍，给创作留出一点喘息的空间，也给演员一点成长的宽容。谭健次用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回应了所有质疑，这份清醒和坚韧，在当下的娱乐圈实属难得。等和不同周度杀青定档播出的那天，或许我们才会真正明白，那些烈日下的汗水、紧绷的头套、反复的走位与磨合，究竟换来了怎样的角色厚度。到那时，所有的争议都会化作一句，原来他演的是这个人。而在此之前，不妨多一分耐心，少一分预设。毕竟，好作品和好演员从来都不怕时间考验，只怕我们太急着下结论，